为什么一部恐怖片竟敢把全球首映礼直接办在深夜的墓地中？甚至连它的预告片都因为过于恐怖而遭许多平台封杀。但你能想象吗？这部电影最细思极恐的事情根本不是荧幕上的鬼修女，而是这座修道院曾真实发生过12名修女集体失踪，尸骨至今没有下落，就连现实中的教会也不惜得罪华纳，硬删电影37分钟核心片段。但我想告诉你，这部电影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是一场献给黑暗的真实仪式。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2018年被媒体们喷得体无完肤，却又狂揽3.66亿票房的恐怖神作《修女》。故事一开场，罗马尼亚的深山里，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如同一头蛰伏的巨兽，盘踞在浓雾之中。2名修女攥紧念珠，心惊胆战地走在钉满十字架的长廊，而就在长廊尽头的木门上，上帝长眠于此6个大字在昏暗光线下透着刺骨的寒意。谁能想到，这扇看似守护信仰的门后，藏着的不是救赎，而是地狱的入口。老修女抱着必死的决心推门而入，小修女战战兢兢地跪在门外，疯狂祈祷。可短短几秒后，突然Take it! This evil needs a vessel to escape. I will come after you next. Don't let it have you. You know what you must do. Come. And not even God can save. 下一秒，老修女浑身是血地被拖回黑暗，只留下一把掉落的钥匙。小修女捡起钥匙，发疯似的逃回房间，可身后的房门竟自动缓缓打开。殊不知，墙上的十字架竟然开始倒转。更恐怖的是，走廊尽头也缓缓浮现出一张狰狞的恶魔面孔。他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为了不让恶魔夺走灵魂，这个坚守信仰的修女拿起绳索，毅然跳向窗外。Forgive me, Lord. 而他的尸体几天后才被前来送物资的小帅发现，只见乌鸦已经将修女的脸啃得面目全非，场景惨不忍睹。在教会的教义里，修女自杀是不可饶恕的重罪，可这起离奇的死亡却让梵蒂冈主教嗅到非同寻常的邪恶气息。他立刻派出伯克神父还有一位特殊的实习修女艾琳前往罗马尼亚查询真相。你以为这只是简单的任务调查吗？殊不知伯克神父的背后竟藏着一段挥之不去的阴影。多年前，他曾为一个平凡做预知梦的男孩驱魔，可仪式最终失控，恶魔消失了，但男孩却丢了性命。而这份愧疚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伤疤。而艾琳更是不一样，她从小就能做预知梦，梦里总会出现圣母玛利亚指引方向。这份通灵能力让主教认定她就是解开谜团的关键。2人找到目击者小帅，3人一同前往修道院。可刚走到半路，拉车的马突然原地跺脚，死活不肯往前一步。小帅脸色煞白地说，这地方被诅咒了，连动物都能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放眼望去，道路两旁立着上百个十字架，密密麻麻的如同墓碑，让人不寒而栗。好不容易徒步走到修道院，小帅带着2人来到冰窖。为了不让修女的尸体继续腐败，他把尸体藏在自己存放食物的地方。可推开窖门的瞬间，所有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小帅明明记得尸体是躺着的，此时却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双目圆睁，双手紧握。伯克神父强装镇定地解释，这是尸体痉挛的正常现象。可当他从尸体手中取出那把古老的钥匙时，冰窖深处通往修道院的暗门突然发出吱呀的声响。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门后苏醒，3人匆匆为尸体举行了葬礼。艾琳注意到每个墓碑前都挂着铃铛，神父告诉他这是瘟疫时期的遗留，怕有人被活埋，铃铛就是求救信号。可谁能想到，正是这个善意的设计，后来竟成了救命稻草。几人随即走进修道院，可诡异的事情也接踵而至。地上的血迹虽然已经凝固多日，但依旧潮湿黏腻。就当几人在大堂里寻找线索时，一个自称院长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大堂中央，面部被黑袍笼罩，只是冷冷地说 Whether the gate will be closing shortly as we are about to take our vespers, followed by the great silence which ends mid-morning. Come back tomorrow
and you will find the answers you seek. 说完便将他们安排在院内留宿。小帅见情况不对，只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可刚走出大门，就看到一个修女在远处注视着他。好奇心驱使他赶紧跟了上去，却在墓地中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突然，小帅吓得魂飞魄散，抓起一根十字架疯狂逃窜，一路冲进附近的酒馆。可在这里却听到了更可怕的消息，一个12岁的小女孩刚刚在这里上吊自杀，而所有的怪事都指向那座被诅咒的修道院。酒馆老板看着惊魂未定的小帅，冷冷地说：“留在里面的人，明天天亮必死无疑。”小帅看着墙上的猎枪，内心挣扎到了极点，是保命逃走，还是回去营救素不相识的神父和艾琳？而此时的修道院里，伯克和艾琳正在分享彼此的秘密。艾琳说起自己的预知梦，伯克则坦诚了当年驱魔失败的往事。两人刚聊完，深夜的寂静就被一阵诡异的音乐打破。伯克循声追查，却在门口看到那个让他愧疚一生的男孩。伯克立刻跟了上去，谁料下一秒，男孩从口中吐出一条毒蛇，朝着他飞速扑来。慌乱之中，伯克失足掉进一座墓穴中，而棺材盖却瞬间合上，墓碑上赫然刻着他的名字，泥土疯狂从上方倾泻而下。他只能拼命摇晃铃铛，祈祷有人能听到。熟睡的艾琳被铃铛声惊醒，刚走出房门，就听到有人在小声低语。他顺着声音来到了祈祷室，可诡异的是，他看到一个类似修女的影子在墙上缓缓爬行。镜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修女的面孔，可一回头看，黑影却消失不见。突然，下一秒，耶稣的雕像轰然倒塌，碎成一地。他瞬间吓傻，拿起油灯，拔腿就跑。来到外面，听到神父的铃铛声，他循着声音赶到墓地。可就在这时，所有墓碑上的铃铛都开始疯狂作响，根本分不清伯克被困在哪里。关键时刻，艾琳闭上双眼，开启自己的预言能力，果然在一片混乱的声响中，成功锁定了有活人气息的墓穴。他拿起铁锹疯狂挖掘，可就在这时，好在艾琳一铲子插穿了木板，拼尽全力撬开棺材，邪灵瞬间消散，伯克也才得以死里逃生。从棺材里，他们发现了几本古老的书籍，上面记载着一个恐怖的名字——瓦拉克，号称蛇之伯爵的顶级恶魔。书里还揭露了修道院的黑暗历史。几百年前，这里根本不是修道院，而是一个邪恶公爵的城堡。公爵痴迷巫术，用尽毕生心血召唤地狱恶魔。就在恶魔即将降临人间时，教会的士兵赶来，杀死了公爵，并用耶稣的圣血将恶魔彻底封印。随后将城堡改建为修道院，让修女们日夜祈祷，压制恶魔的力量。可战争爆发后，炮弹轰炸加上地震，让封印出现了裂缝。瓦拉克就这样逃了出来，而那些失踪的修女很可能都成了恶魔的祭品。第二天一早，两人再次来到修道院。按照规矩，男性不能进入内院，艾琳只能独自前往。走进内院教堂，她看到一位修女正在祈祷，刚想上前搭话，就被另一位修女拦住。可当艾琳看清对方脸时，瞬间浑身冰凉，这正是那个上吊自杀的修女。对方冷冷地告诉她，修道院的规矩是祈祷时不能被打扰，
因为一旦停止祷告，恶魔就会趁虚而入。艾琳将自己看到鬼修女的事情告诉对方，可对方的回答却让她毛骨悚然。我们都见过她，但她根本不是修女，她是瓦拉克的化身。她出现就意味着地狱之门即将完全打开。与此同时，伯克正在研究修道院的地图，想找到进入内院的通道，却听到了院长的声音。他循声走去，看到院长坐在椅子上，脖颈诡异的扭曲着。蜡烛突然熄灭，伯克伸手想探探对方的鼻息，忽然一只冰冷的断手抓住了他。院长原来早就成为了一具白骨。而另一边，艾琳被安排在曾经自杀修女的房间休息，半夜被噩梦惊醒，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修女，手中的念珠散落一地。艾琳刚捡起一颗，对方就凭空消失，下一秒突然出现在她身后，在她耳边低语：“上帝救不了你。”随后纵身跳出窗户，竟然和之前的修女一样选择了自杀。艾琳被这一幕吓得魂不守舍。这时门外传来呼唤她的声音。他循着声音穿过浓雾弥漫的走廊，再次来到那扇写着“上帝长眠于此”的木门前，门自动打开，里面漆黑一片。瓦拉克的真身赫然出现，青面獠牙，面目狰狞。艾琳吓得转身就跑，可整个走廊突然开始360度翻转，他重重摔在地上。就在这生死关头，之前拦住他的修女突然出现，将他拉到一边，告诉他只有不停祷告才能熬过今晚。可当艾琳跟着他来到教堂，掀开地上的白布时，却赫然发现里面躺着的正是刚刚救了自己的修女。那刚才救他的到底是谁？还没等艾琳反应过来，一群修女走进教堂，二话不说就跪在地上开始祈祷。艾琳也只能跟着照做。可没过多久，一股强大的邪恶力量席卷而来，所有修女都被凭空击飞，只有艾琳被死死按在地上，衣服瞬间被撕开。可诡异的是，她的背上正在被刻上邪恶的五角星。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vitritor Ave Maria. 就在这危急时刻，伯克和小帅冲了进来。原来小帅最终还是选择了善良，拿着猎枪赶回了修道院。两人通过冰窖的暗门找到了内院。伯克一眼就看穿，那些祈祷的修女全是幻觉，只有地上的尸体才是真实的。而这具尸体却早已风化了数十年。突然，尸体猛地坐起来，拿起十字架就朝伯克刺去。伯克让艾琳拿出圣物，可瓦拉克的力量太过强大，十字架瞬间被烧得通红，根本无法靠近。关键时刻，小帅果断开枪，果然还是真理好用，邪灵暂时被压制。三人知道，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重新封印地狱之门。根据古书的指引，艾琳梦中圣母的提示，他们来到地下墓穴，在一座圣母雕像的指引下，找到了一个隐藏的钥匙孔。艾琳插入从尸体上拿到的钥匙，暗格打开，里面存放着一瓶装有耶稣圣血的圣物，这正是封印恶魔的关键。推开上帝长眠于此的木门，里面是错综复杂的房间。三人分头寻找地狱之门的位置。艾琳循着呼唤走进一间密室，周围的蜡烛突然自动点亮，形成一个五角星的形状，而他正好站在中央。下一秒，一群戴着头套的修女围了上来，将他团团围住。小帅闻声赶来，可艾琳此时已经被恶魔附身，身体正在以诡异的反物理角度倾斜。就在小帅摘掉艾琳面罩时，突然failed everyone in your life. Tomorrow, I'll finish what I'm missing, you idiot. You should have kept running when you had the chance.
Frenchman. I'm French Canadian. 危机时刻，小帅急中生智，抓起圣物，将里面的圣血抹在艾琳脸上，一股黑烟从他体内冒出。瓦拉克的真身显现，一把掐住小帅的脖子，将他举在半空。此时的伯克赶来，刚想上前营救，却被当年那个男孩的幻象拦住。男孩再次吐出毒蛇，一口咬伤了伯克的眼睛。瓦拉克将艾琳摁进旁边的水池，想要淹死他。就在艾琳即将窒息的瞬间，他摸到了掉在水里的圣物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其打碎。等鬼修女拿到圣物瓶时，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下一秒，艾琳猛地抬起头，将口中含着的圣血喷向瓦拉克。恶魔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身体也开始迅速瓦解。水池底部突然出现一个巨大漩涡，地狱之门显现，巨大的吸力将瓦拉克吸了进去。随着圣血不断注入，封印逐渐恢复，水池也慢慢平静下来。三人死里逃生，疲惫地走出修道院，坐上了返程的马车。阳光洒在身上，仿佛一切都已经结束。可镜头这时给到小帅的脖子，一个清晰的逆十字架印记缓缓浮现。原来瓦拉克并没有彻底消失，他已经附身在了小帅身上，跟着他离开了修道院，继续在人间游荡。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脊背发凉？这部电影最恐怖的地方，从来不是突然出现的鬼脸，而是那些基于真实事件的细节。集体失踪的修女，被教会删减的片段，墓地手印的诡异操作，都让这部电影的恐怖感突破了荧幕的边界。而恶魔瓦拉克的邪恶，不仅在于他的强大，更在于他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伯克的愧疚，艾琳的恐惧，小帅的犹豫，都成了他攻击的突破口。而那些为了守护信仰不惜以自杀来阻止恶魔的修女，又让这部恐怖片多了一丝悲壮的底色。当我们以为正义战胜邪恶，真相却告诉我们，恶魔从未远离。就像现实中的很多黑暗看似被掩盖，实则在角落里悄悄滋生。而这部修女之所以能狂揽票房，或许正是因为它不仅带来感官上的刺激，更让我们看到了信仰与邪恶的激烈对抗，以及人性在绝境中的挣扎与坚守。如果你敢在深夜独自观看，一定要记得艾特你胆大的朋友，毕竟有些恐怖，有人一起分享才不至于太过瘆人。好了，我是听雨，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